反正早上8点钟起来吧，学到晚上10点钟，差不多1年半，电影也不看，电视也不看。还有人家哥伦比亚医学院毕业的，哈佛医学院毕业的，我们这些外国人肯定是要差一点。开始也是被骂的，骂了几个月就好了，天天回来还要学单词。他说我们干脆自己搞个华人协会，就传播中国文化。我们现在总共都赞助了40几个学生。我叫 Cathy Law， 是疼痛专科的医生，然后我同时也是华人协会主席。在华西科大学毕业的，毕业以后当医生，在那个成都一个妇产科，当妇产科医生。然后93年跟到家人到美国来，开始反正就到餐馆嘛打了一下工，然后本来也不想放弃医学这个专业，就说可能去考护士，因为不知道还可以考医生嘛，就是准备考护士的时候就听说可以考医生，美国是承认外国医学院的，中国大部分医学院都是美国都承认的，然后我就停下来专职学习1年半，就自学，在家里天天学。也听说别的中国人也考过了，听说前面有人考过，那我心情就更高了，别人考得过我也考得过，我们华西科大学毕业怎么考不过？天天背单词啊，那中文的单词，解剖、医学、数学，我药学什么医学单词，天天在家里背嘛。反正早上8点钟起来吧，学到晚上10点钟，差不多1年半，电影也不看，电视也不看，拼命的学了，然后就去考试。因为我在国内就是当医生，我就是想当医生啊，相当也没有退路嘛。你如果是不能当医生当护士，那肯定要差很多了，那肯定要想当医生嘛，那就拼出来了。考过以后，然后美国是去 interview， 然后你就选，别人也选你，你也选别人，然后就选。第一年说是外科医生，那时候很累，一天可能一个星期可能100个小时都有，然后6点钟起来，然后到晚上10点钟回去，值班以后也不能回家，反正就在滚打1年。但是呢，就是最难的还是前3个月，因为查房时听不懂，就算考官听不懂，你看到医生。然后我们在那个长岛在 Long Island Jewish Medical Center 那个医院也是很不错的。然后那些住院医生呢，有的是很名校毕业的，还有人家哥伦比亚医学院毕业的，哈佛医学院毕业的，我们这些外国人肯定是要差一点。开始也是被骂的，骂了几个月就好了，天天回来还要学单词。后面我就做了1年外科的实习医生，还有做那康复科3年住院医生，然后做了康复科呢，然后我就做了1年疼痛专科。康复科的医生呢，就说有理疗师在下面，康复科医生只是出处方，具体没有做很多事情。病人做了康复科呢，但是还有很多疼痛的症状，我们康复科帮助不了。然后呢，我就说还是做个专科进修，帮助病人解除疼痛，然后我就疼痛专科。我先生是心血管专科的医生，我们先从纽约毕业，然后2002年我们搬到 Tulsa， 他在 Tulsa 找到工作了。本来我在那里诊所已经设置好了，但是 Oklahoma 那个时候有那个 malpractice， 费用很高，然后我们正好有个机会，我爱人在这里找到工作了。2005年就开始开诊所，我也可以到大的医院去，但是我觉得自己开诊所比较自在自由。开诊所的时候也很辛苦，因为我们只会看病，不知道怎么跟保险公司要钱，所以开始找那个保险公司，专门找一个收账的公司，这样就好一点，因为我自己可以看账嘛，有时候要看账。开始来呢，因为我们也没有管理经验，开始还不知道怎么会招病的。我们这里只有一个疼痛医生，我是第2个，然后呢，开始家庭医生也不知道我在这里了。然后我说那我们怎么办呢？肯定就打广告，后面才打广告的，可能差不多要到半年以后才知道打广告。而且后面呢，这边医生也挺多的。然后我的感觉就是，不光是医术高，你要对病人好，而且态度要好。然后疼痛的病人很多有 depression， 然后你要听他们诉说，然后听了要怎么安慰他们，就是心理治疗也是一方面，疼痛的一个方面。所以我的病人慢慢就多起来。因为有的病人住的比较远，我说那你们就找另外的医生，比较远一点，在你们家比较近，他们去了就不愿意又回来，他宁愿远一点，
那病人就说，美国人就说 I don't feel like a number, I feel like a person. The doctor treat me like a number. 最开始我们就说搞个跳舞队，因为我小时候喜欢跳舞，然后我们就参加当地的文艺演出。最开始参加我们那个华人的小学，然后又参加大学的演出，然后我就慢慢跟我的病人推广中国的文化，然后我给他们看我们的照片，演出照片，然后那些病人就想来看我的节目。我说我没有地方演啊，我们也没有专门的节目啊，我们都是大学。他们就说到大学也拿不到票啊，我说也是。然后大学的节目是只为大学还有教授中国学者服务的，因为票很有限，我们也拿不到票。另外几个朋友，那时候我们干脆自己搞个华人协会，就传播中国文化，我们就自己搞个春节晚会。2013年就成立华人协会，2015年开始第一次正式在当地表演春晚。我们这个城市的那个中文老师他也很有独特的经历，他是美国人，他到中国，他到青海吧，好像去住了7年，然后他在那里学了中文。他学了中文呢，他到这里来，他就在这里教中文。然后去年开始，他的学生就参加我们的节目，我就教他们学生跳舞。然后呢，他又还耍龙，那个龙就是他们那个学校。这个因为这个也是很好的，因为他们学中文嘛。学中文，然后又想上台表演，然后今年他们出来唱中文歌。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第1年就说收一点钱，然后收了一点钱，有点资金，然后呢，我自己又愿意，我又在想捐助一点给那个中国贫困山区的学生。那小时候我在我爸爸的老家住。那个时候我们要走1个多小时去上学，我就知道那个农村的孩子也是挺辛苦的，条件不怎么好。我们第1年是捐助给一个小学，然后那小学生，好像没有父母了，也是跟舅妈一起住的那种。那时候我们有个 board member， 他说的是，那小孩子要走很远才到学校，然后学校没有计算机。然后也没乒乓球桌，然后我们就捐给他那个学校，然后也捐给那个学生。然后后面又知道那个大学生，有的孩子考取大学没钱上学，我们就每年选几个优秀的学生，就是帮助第1年，然后每年就选新的学生，因为那个山区的学生有的学生还没有手机呢，所以他们要申请奖学金可能比较难，他们也没有消息。然后进了大学第1年以后呢，他们就找学校啊或者其他人帮助就比较容易一点。我们现在总共都赞助了40几个学生。然后呢，还有去年有个学生呢，我们本来跟他赞助的，但是他说他的成绩比较好，然后有人跟他赞助了，他就主动的把那个钱让给其他学生了。我跟妍妍都很感动，把钱让给更困难的学生。我们觉得，还没听说这样的学生，那确实是不错。